无机界有一千古奇观，每隔10年，天降一道彩雷，劈在某座高山的镇山石上，并留下一段来自远古的文字。经破译，这些文字多是一个人名外加一个地名，比如张三、马鞍山、李四、卧龙岗、王五、上方谷等等。又经核实，在天雷留下张三、马鞍山字样的那一刻，距离徽州马鞍山不到200里的一户游民家中，便诞生了一个叫张三的。天雷留下李四、卧龙岗字样的那一刻，距离南阳卧龙岗近100里的一位裁缝家中，便诞生了一个叫李四的。由此可见，此雷将准确预言一个即将出世的人与其大致的出世地点。虽然被天雷预言的这些人里，有男有女，有贫有富，有的后来成为了修士，有的一辈子是凡人，可谓毫无关联，毫无规律。但千百年来，天雷10年一次，从未延迟，也从未出错。这一年是乱葬岗围剿后的第13年，也是奇幻彩雷即将降下预言的一年。彩雷预言虽神奇，由于历年来他预言的往往是些一生籍籍无名、碌碌无为之辈，因此不受关注，无人在意。然而今年不同了，镇山石上夷陵老祖魏无羡、大梵山几个大字，一传十，十传百。无论是在仙门百家还是平民百姓之中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波之其一，此人乃当年劫杀穷奇道、血洗不夜天、灭绝人性、丧心病狂的夷陵老祖魏无羡。波之其二，夷陵老祖的名字出现在这只坛降生，不言其他的天雷预言中，莫非他终于忍不住夺舍重生，开始大杀四方，报复百家了？波之其三，人人在预言文字里都只姓甚名谁，怎么偏生他带了个封号，还是表字，真不公平。彩雷预言过去1天后，大梵山东200里葫芦口山脚处，熙熙攘攘数十人。一红衣修士端坐案后，手持一叠黄纸，神情之严肃，有开堂会审之风范。你是不是夷陵老祖？桌子另一端的人站立，不是。红衣修士拍案大吼，姓魏名英，字无贤，还说不是？虽然天雷只给出了大梵山这一模糊范围，大梵山那片区域内外300余里全是深山老林，进山搜查无异于大海捞针。但仙门百家人多势众力量大，直接召集了数千修士，每隔几里设置一道关卡，将大梵山围得水泄不通，排查一切可疑人士，连苍蝇也不得擅自飞出。所谓天罗地网，还怕区区瓮中之鳖。除大家族外，许多小家族也派遣了人手，甚至家主亲征，这位红衣修士便是其中之一。虽修为平平，喊声却极其响亮，传遍全场，立刻有另外几名修士丢下各自盘查的队伍冲过来，拔剑的拔剑，掏符篆的掏符篆。魏婴本是田家子，40岁出头，一辈子也就耕田犁地，从未见过如此阵仗，吓得舌头罢工。仙长，我不知道啊，这名字是我爹起的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你爹起的？你爹在何处？我爹已经死了20年了。死都死了，要我们如何查证这名字究竟是你爹起的，还是你因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自己起的？你又如何证明你爹确实做过20载？这一白衣修士道：夷陵老祖恶名昭彰了这么些年，和他沾上便多晦气，是个正常人早把名字改了，你为何继续使用？这姓名乃父母所赐。天雷昨日午时披露，说明魏无羡是在昨日午时夺舍的。现在刚刚过去不到12时辰，你就出现在这里，还与他同名同姓同字，难道世上真有这样的巧合？这保不齐夺舍需要的条件便是同名同姓同字，此人行迹可疑，话说不利索，定是贼人心虚。各位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啊！带走！哭喊声中，魏婴被拖了下去。下一个排着队的是位行囊满载的书生。红衣修士问：你是不是夷陵老祖？不是。你此行去向何方？去彭城探亲访友。何亲何友？家母、家兄、家妹，幼时的私塾先生，同窗属友。题目都是临场瞎编的。若对方乃夷陵老祖上身，为了捂住马甲，必然扯谎，难免会卡壳。此人对答如流，不含糊，长得也人模人样，姓名外貌举止都与魏无羡不沾，
四无蹊跷。然当众修士的目光下滑，落在那书生腰间时，忽地一滞。你腰间何物？哦，这是我的笛子。探访亲友，带笛子作甚？书生不解。家兄好笛，最喜欢听我给他吹上两曲。你善吹笛？才学不精，略通一二。且吹来听听。书生无法，拔了竹笛，略沉吟后，吹了一曲《临江仙》。不等他将一个段落吹完，红衣修士指着他，向身边人高声吩咐道：“带走！”笛音霎时变得凄厉，书生大惊。夷陵老祖一事却与他无关。莫说夷陵老祖了，就是修仙问道，也与他八竿子打不着呀。因此之前的回答坦坦荡荡，不曾有据。怎料一支竹笛便莫名定了他的罪。他结结巴巴的道：“仙长，这是何意啊？”红衣修士瞪眼：“你问我何意？我还没问你吹此曲何意呢。夷陵老祖刚刚复生，你就吹这种兴亡盛衰的东西，你暗指什么？”我没有暗。赵宗主，曲艺倒是其次，此人笛子吹得有那么点水平，着实危险，需严加审问。不如就由我带回去吧。不是，几位仙长讲一讲道理啊，为什么抓我？你们问也问了，查也查了，真的不是我啊。不是要抓你，只是请你去我们那儿喝喝茶，叙叙旧。你又不认识他，哪来的旧可叙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白衣修士替书生解惑：就算你不是夷陵老祖，也难保你不是支援夷陵老祖的鬼修。世人皆知夷陵老祖以笛音御师，自然也有可能以笛音勾结党羽，召集同伙。仙长，我冤枉啊！喊冤自是无用。青衣修士找来万口粗的麻绳，将书生捆成粽子拖走了。赵宗主低头划去黄纸上的一项，喊道：“下一个！”随声上前一名身材修长的黑衣人，脚步踢踢哒哒，牵着一头花驴子。定一定神，看清那人的长相，赵宗主吓了一跳：“你怎么制服打扮？”只见那人脸上红红白白涂满脂粉，活像吊死鬼，惨不忍睹，无法直视。偏生又满面堆笑，一笑便簌簌落粉，洒得桌上地上哪哪都是。赵宗主忙把东西都收进怀里：“你站远一点，别靠过来。”黑衣人后退一步，乖乖站远。驴子倒是更有脾气，不甘不愿不动窝。黑衣人上去扯，他便一个劲儿拱他，边拱边嚎。破锣驴叫中，赵宗主眉心抽搐，强压怒火，问：“你是不是夷陵老祖？”“不是。”“如何证明？”“小的莫玄宇，打睁眼就叫这个，家住60里外莫家庄，不认识什么夷陵老祖。”“家中几口？”“家中4口，姨父、姨母、表弟，还有7个仆人，阿丁、阿童、阿……”“打住打住，我问你名字了吗？”赵宗主敲桌：“没问的不要打。说你来大梵山干什么？”“来寻宝。”“寻什么宝？”“我在路上听别人说，大梵山最近有宝贝出世，什么仙门百家的人都在抢，我也想来碰碰运气。”“哪有什么宝贝出世，分明是魔头在世了。”也不知外面的谣言真就传得这么离谱，还是这愣头愣脑的莫玄宇单纯给人骗了。赵宗主的耐心已被磨到极限，最后问：“会不会吹笛？”“不会。”“且吹来听听。”莫玄宇接过书生被扣押的竹笛，送到唇边呜呜两下，如厉鬼嚎啕，阎罗抽噎。在场众人听得眼睛都翻了起来。赵宗主胡乱摆摆手，正要放行，一袭白色及时拦住了他。白衣修士道：“赵宗主，你便是这样查的？”“不这样查要怎样查？”“按你的法子，看见这个大窟窿眼儿没？看见这只蛐蛐没？喏，蛐蛐儿轻轻松松跳过去了，这就是你的法子。等着吧，过2天魏无羡就该找上门了。”这二人虽出身的仙门不同，言语间相当熟络，当是朋友。赵宗主对白衣修士信赖有加，忙讨教道：“不知前宗主如何查的？”“当然是出一些更有水平、更容易让人露出马脚的问题。”“此人都这副德行了，涂得像鬼一样，疯疯癫癫的，不太可能是夷陵老祖上身吧？”前宗主高深莫测的一笑：“赵兄啊，赵兄，你还是想得太简单了。正因是疯子，才要查得仔细。”“此话怎讲？”“夺舍这种术法邪门得很，施术过程中哪怕出现一点差池，都会造成魂魄或肉体上的损伤。”赵宗主恍然大悟：“你的意思，疯子要查得更仔细，
因为疯子正有魂魄受损的可能。莫玄羽在一旁默默收起了嬉皮笑脸。不错，越是行为举止异于常人，越有可能接触过什么脏东西。罢了，你且看我如何审办。